在帮会龙头的葬礼上，对家老大竟带着杀手榜第3的高手前来挑衅，更是立下生死赌约，只要他的人赢了，龙头的遗孀就必须跟他走。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个叫李峰的男人立誓扫清海城所有黑暗说起。5年前，黑恶猖獗的海城让他家破人亡，为了复仇，也为了一句愿天下无黑的誓言，李峰苦心习武5年，如今他终于回来了。他深知盘踞海城的3大组织龙兴会、黑水会和义和社，个个根基深厚，与他们作对无异于刀尖上跳舞。但李峰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他选择潜入势力最大的龙兴会作为自己复仇计划的起点。此刻，龙兴会正在为惨死的老大琛哥举办葬礼，群龙无首之际，琛哥的遗孀一个名叫白珠的女人临危不乱，镇住了场面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刺客突然从人群中杀出，直取白珠性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刚刚入门成为最低阶红棍的李峰眼疾手快，一招就将刺客制服。然而危机并未解除，更大的羞辱接踵而至。对头黑水会的老大郑奎带着人马大摇大摆地闯入灵堂。这个男人嚣张跋扈，不仅出言调戏刚刚丧夫的白珠，更声称被抓住的刺客是他的人。白珠当场拒绝放人，龙兴会众人更是怒不可遏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没想到郑奎却提出了一个更加恶毒的赌局，他带来一个面目阴沉的男人，此人竟是杀手榜上排名第3的绝顶高手血手人屠。郑奎当众设下3局2胜的生死擂，如果龙兴会能赢下一局，他便赔偿1个亿，并给琛哥磕头谢罪。但如果他赢了，不仅要带走刺客，白珠也必须赔给他，任其处置。这无异于将整个龙兴会的尊严和老大的遗孀一同放在赌桌上，用鲜血来定输赢。面对如此奇耻大辱，龙兴会的高手们再也按捺不住。帮会中最能打的双花红棍罗茂第一个站了出来，签下生死状。起初，罗茂凭借精湛的拳法一度占据上风，打得血手人屠连连后退，龙兴会众人齐声叫好，以为胜券在握。可下一秒，血手人屠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他不再隐藏实力，身形快如鬼魅，只用一招就洞穿了罗茂的胸膛。前一秒还威风八面的双花红棍瞬间毙命当场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被血手人屠的恐怖实力吓破了胆。郑奎得意的狂笑，羞辱着龙兴会无人能战。白珠脸色煞白，但依旧强作镇定，派出了第2位高手堂主龙虎。龙虎身形魁梧，自知实力不济，竟提前穿上了一件防弹衣，靠着装备优势，他勉强挡下了几招。但血手人屠何等人物，立刻改变策略，拳拳到肉地攻击龙虎的4肢和头部。几轮重击之下，龙虎的防线彻底崩溃。就在血手人屠准备下死手时，更耻辱的一幕发生了。这个堂堂的堂主竟吓得当场跪地求饶，大喊着我认输。2战2败，一死一降。龙兴会最顶尖的2位高手，一个成了尸体，一个成了懦夫。帮会的脸面被郑奎和他的杀手踩在脚下，碾得粉碎。郑奎笑得更加猖狂，他环视四周，用极尽嘲讽的语气询问还有谁敢上来打这最后一局。龙兴会的数百名打手此刻却鸦雀无声，人人面如死灰，再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迎战。难道偌大的龙兴会就要在此刻颜面扫地，任人宰割吗？白珠已经陷入了绝望的深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从人群的角落里缓缓地走了出来，